今天江家的别墅歌舞升天，热闹非凡。为了庆祝我和姜文生结婚10周年，他家在宾客中间一杯接一杯的饮，很快绯红就挂上了眉眼，初具醉态。我就坐在不远处，贪婪地凝视着他的脸，棱角分明的轮廓，挺拔的鼻梁，还有笑起来就亮亮的，不笑时却又夹着几分冷淡的眼。他看着兴致不高，文生，恭喜恭喜，你真是有福，能有木南这么贤惠的老婆，羡煞我们了。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姜文生毫不顾及前来道贺的朋友的面子，干脆丢了杯子，直接对瓶吹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一痛。然而他一撇头，看到那张脸，我的心又一软，叹了口气，走到他身边关心道：别喝多了。他抬头，睫毛微颤，眼里却夹着千头万绪。他一把推开了我，眉头皱在一起。我怔了怔，忍不住伸出手，想去抚平他的不开心，却再次被他挡开。他撇过头去，不愿看我。嫂子，别生气。文生今儿是太高兴了，喝的有点多，你们走过这么多年不容易。我带他去抽根烟醒酒，他的好哥们阿伟跳出来解围。我站在庭院里，看着他们在露台上一支接一支的吸烟，直到那猩红的光不再亮起，我才走上去，想要检查下我亲手种的花花草草有没有被弄坏。走到楼梯的最后一节，忽然听到仍有交谈的声音。姜文生说：他到底不是云阁，我真是一不错，步不错。我微微探头出去，只见他满眼委屈，眼角似乎还挂着泪。木南很好，得体大方，可是我对他始终不是爱情。真后悔当年为了气云阁，转过头娶了木南，现在什么都晚了。我笑笑，转身下楼了。跟我结婚前，他和陈云阁谈了3年，后来被他甩了，为了气他才娶我。昨天去石婆庙，看到姻缘堂里新增一块姻缘牌，上面刻着姜文生祈求与陈云阁爱情顺利。我看了片刻，又给旁边我放的牌子添了添香火。对我来说，今天根本不是什么结婚纪念日，而是我第一次遇到此生挚爱的日子。陈云阁是我的闺蜜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她是家长口中别人的孩子，聪明漂亮，嘴也甜，还画得一手好画，年纪轻轻已在世界各地开展。只是陈云阁对我不像我待他那么热情，有时候他还会暗自跟我较劲。我买了新衣服，隔天他会穿一件款式更新、价格更贵的。我谈了男朋友，没过多久，他就会处一个条件更好、长得更帅的。这次他赢妈了，我接盘了他弃掉的男人，而这男人对他念念不忘，长达10年。和姜文生订婚那天，我就站在他身边，他却盯着台下说：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我看到陈云阁红了眼，只是不光他，我妈我妹都哭了。我以为他们是为我高兴的，现在想来，陈云阁的哭是因为他听懂了姜文生的告白，只要她是徐木南的闺蜜，他是徐木南的老公，他们俩就可以永远在一起。夜深了，宾客们渐渐散去，我站在门口送客。姜文生跌跌撞撞地从露台下来，不知是天黑他没看清，还是情难自已。他对着我喊了一声云阁，我愣了愣，却没吭声。他隐在黑暗里，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便也不会觉得心碎。这是说来蹊跷，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很长的梦，现实像是从一场梦境进到了另一场梦境。只是现在我看着一地鸡毛的婚姻，忍不住问我自己，这梦是不是该醒来了？第二天一早，我坐在客厅等姜文生醒来，却见他忽然急火火地跑出卧室，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直接冲到门口。今天产检，我喊住他，他一愣，你先去，我忙完就过去，然后头也不回地关门走了。我看了眼手机，妹妹徐念夏发给我一张照片，陈云阁正在医院输液，满脸忧愁。他昨晚割腕了，比线还细的口子，来的时候血都止住了。昨晚他没来参加晚宴，却发了个含糊不清的朋友圈。这世界的快乐与我无关，我只好自己去医院。出门前看到门口挂着的外套，犹豫一瞬要不要带。想到姜文生向来会为我准备好这些，便作罢。医院1楼大厅里，陈云阁和姜文生并排坐在那，等着拿药。他的身上还披着他的外套。我恍然明了，原来这个习惯并非因我而养成。我压下心中酸涩，径直向他们走去。他特意选了念夏工作的医院，
又挑了我产检的时间，不就是想让我看见？姜文生看到我，神色一恍惚，我办完事就先过来了，刚好碰到云阁，他们两人眼圈泛红，呼吸起伏不定。姜文生的衬衣上还晕着一圈没干的泪渍。陈云阁说：“我刚好不舒服，来拿点药，那顺便陪你们一起产检吧。”说到产检两字，他的声音恰到好处的哽咽。姜文生也跟着眉眼一颤。我微笑点头：“好，你也看看你的干儿子，医院冷气开得足。”说完，我忍不住打了喷嚏。陈云阁见状却说：“我刚输完液，有些发冷，穿一下文生的衣服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我刚要开口，姜文生替我做了回答：“你穿就行。木南孕期一直体热，不怕冷。”我默然点头。等号的时候，陈云阁忽然淡淡的说：“我和他分手了，他是个已婚男。”陈云阁做了他3年地下情人，被对方老婆恐吓过无数次，挨过打也出过名，但架不住他位高权重，帮着陈云阁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开画展机会。姜文生闻言，身子一震，越过我盯着他看了半天，一如我们仨初见那天。陈云阁也转过头和他对视。这些年，我好像一直为了赌气，错过了很多。最近终于想开了，想正视自己的内心。姜文生就这样偏着头，直直地看着他，好像我不存在一般。我微微闭眼，淡声说道：“发什么愣？叫我的号了，你没听见吗？” B 超仪器在我肚子上慢慢地游走。医生已经被姜家打点过了，他礼貌一笑：“恭喜你们哦，可以准备粉色的小衣服了。”这是医生和孕妇之间的黑话，意思是我怀的是个女儿。我一脸兴奋地看向姜文生，却正对上他沉下去的眼睛。医生，你没看错吗？他声音冷漠，对于我怀的是个女孩十分不满。我的心也沉了下去，笑意敛起，不再说话。陈云阁跳出来打圆场，生儿生女都一样。姜文生这才缓和了脸色。检查完，我们3个心怀鬼胎地离开医院，却在门口碰见了陈云阁的前男友。他身边挽着一个看着比陈云阁还年轻的女子。一见他们，他又红了眼：“老纪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刚为了你死了一次。”旁边的姜文生如雷轰顶。前男友还没说话，那女孩先开了口：“陈云阁，你要脸吗？我爸给你的还不够多吗？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，学人家做小三。”下贱。话音刚落，陈云阁嗷的一声哭着跑走了。姜文生立刻跟了上去，独留我一人捂着肚子站在原地。好一出他逃他追，他插翅难飞。云阁心情不好，我怕他出事，在这陪陪他，直到我回了家，姜文生才发来信息。这一陪就是1夜，这俩人倒是越来越不管不顾了。我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繁华的夜景，喃喃自语：如果是你，一定不会这么对我。可惜他真的不是你。我存在的世界出了 bug。几个月前，我一睁开眼，什么都变了，成为了这个叫徐木南的女人。属于她的记忆也全部涌进我的脑袋。见鬼的是，她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，还有着3个月的身孕，就像是我进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平行世界。之前世界的我叫荼蘼，我的爱人叫宋简，她也有着一张跟姜文生一样的脸。刚开始，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梦里我和宋简过着别人的生活，但这梦长得过分，总也醒不过来。然后我才意识到，或许这才是现实。我以为宋简也经历了跟我一样的事情，于是我反复试探姜文生，然而他不是他，全都是我的一厢情愿。宋简，我很可笑吧，竟然因为一副相似的皮囊就晕头转向了。他怎么配？每次看到那张脸，我都会恍惚。然而他一张嘴，我的心就荡到谷底，如此起落反复。我不知道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，但我不想再作为徐木南活着了。滴滴，密码锁开了，姜文生提着一碗肉燕进来。我给你买了肉燕，趁热吃吧。真想不通你什么时候开始爱吃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他只有在犯了错的时候才会装模作样地带一碗回来。可是宋简只要路过卖肉燕的摊子就会给我买，还要宠溺的夸我好养活。我看了眼早就凉透的吃食，一把掀进了垃圾桶里。垃圾桶的盖子张张合合，我想起了16岁那年，荼蘼的16岁。我的父母早逝，只好寄住在舅舅家。再怎么小心翼翼，却还是难得他们欢心。
那天分明是表哥欺负我，把我带进工地，推到沙堆里，然后拉起来，再推，沙子进到鼻腔里，呛得我呼吸困难。直到巡视的工人发现，将我们呵斥走，我才得以解脱。回到家，我去浴室冲洗自己，可那沙子又细又粘人，冲了一遍又一遍，总也不干净。舅妈在外面发了火，你个赔钱货，洗澡洗那么久，浪费我多少水，我只好草草结束，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出去，小声辩解道：表哥弄了我一身沙子，好难冲。舅妈还没说什么，舅舅先冲过来扇了我一巴掌，小小年纪就会诬赖别人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爸妈吗？我一愣怔，一把推开舅舅，夺门而出。几分钟后，我顶着湿漉漉的头发站在理发店门口，宋简正在对着假头练习，看见我，他放下剪子走了过来。怎么搞成这样？谁欺负你了？洗完头忘吹了，我小声嗫嚅道。他把我拽到一个位子前面坐下，拿起吹风机轻轻地帮我吹头，吹了几下，触到头皮上未洗净的沙子，又拽着我去了洗头区，温柔地帮我冲洗。宋简第二次帮我吹头发的时候，我终于忍不住张着嘴嚎啕大哭。没看到他倒还好，一看到他就觉得有无穷无尽的委屈。他一边吹一边轻轻拭掉我的泪，热风把他指尖好闻的洗发水香味送过来，我忍不住一直嗅。我知道他故意没有关掉吹风机，好让我的哭声不那么突兀。于是我借着噪音放肆起来，一头拱进他怀里，在他的衬衣上蹭掉鼻涕和泪水。他的身子一僵，却还是由着我胡来。我想象着自己是一瓶牛奶，义无反顾地掺进他这瓶清水里，再想分清楚，那比登天还难。16岁的我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发型师，我本就按捺不住的暗恋，那天更是呼之欲出。手机嗡嗡响了2声，微博提示我的关注有更新，点进去，陈云阁新发了一张照片，广场的中央，他含笑自拍，至少还有你，身后是模糊的人潮，但我还是看出来，站在他右后侧的是姜文生。我锁掉屏幕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姜文生冲完澡出来，看我丢掉了他买的肉燕，皱了皱眉，却没说什么。他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有意无意地打量我，完全不一样。宋简洗完头会用毛巾吸掉大部分水，然后直接用吹风机吹干。他说这样头发才能保持蓬松，而姜文生总是喜欢先用梳子梳顺再吹干。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企图证明他们是一个人，但没有一丝证据能支撑这个猜想。我起身想要回卧室，姜文生忽然叫住我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孩子，我一愣，想起他在医院里得知我肚子里是个女孩时那面如死灰的模样。可以，趁现在还不到7个月，我去打掉。这次轮到他愣住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既然已经是个女孩了，那就听天由命，等你恢复好了再要儿子。我们之间还有必要留孩子做羁绊吗？我回卧室，拖起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，打开了门。好好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一把拽住我的手，一脸不解。想明白了而已，这个错误应该到此为止了，及时止损。他手上的力度松了松，我和阿伟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无意间听到的，但我根本不生气，因为他也不是宋简。姜文生松开手，像是丢了魂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我平静地注视着他，他却不敢与我对视，只是低着头小声说道，我那天只是喝醉了，当年我们太幼稚，我的确不该瞒着你，我和陈云阁好过这件事，也不该还没放下他就和你在一起。我只是不甘心，我知道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妥，可我懒得听他废话，直接打断了他。我和你说的话没有任何的情绪，我是真心的想要成全你们，也成全我自己。我们离婚吧。我没说的是，陈云阁和他分手并不是赌气，姜文生是他爸的私生子，姜父能给他的就是一栋别墅和优于普通人的物质生活，那些真正能碾压这个世界上其他人的资源和人脉，他永远不可能得到。陈云阁想要的不是富二代，而是一个有话语权的，可以帮他实现画家夙愿的人。但姜文生还是比我好了太多，他恨也好爱也罢，那个人至少就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总能找得到他。可宋简在哪？这次我拖起行李，他没有再阻拦。我去了早就租好的公寓，特意布置的跟我和宋简住过的那间一样。看着熟悉的布局，我心如刀割，
低着头抚住胸口调整呼吸。小迷，快尝尝我做的红烧肉。我的呼吸一滞，猛地抬头。宋简站在厨房里，戴着围裙，手里握着铲子，上面有一块卖相很好的红烧肉。我的眼睛一酸，顾不得身子不灵活，一下冲进厨房。他宠溺地笑了，你慢点，别摔着，快趁热尝尝。我顺从地张开嘴，却吃进了一口空气。窗外一阵微风拂过，再回神，已没了宋简的身影。我在原地呆愣了半天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有些无所适从。宋简，厨房里一片冷清，根本没有除我之外的第二个人。我还以为我终于回到了属于我们的那条时间线。陈云阁忽然给我打来了视频电话，我茫然地接起。你怎么在哭？跟文生吵架了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避开摄像头，抹掉眼泪。孩子都快出生了，互相迁就下吧。应该不是我的原因吧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浮过一抹笑。我没接枪，思忖着要不要直接挂掉电话。他又说，差不多就得了，你应该不希望姜文生总来找我吧？你越闹，就越是把他往我这推。我冷笑一声，只要你们开心就好。大概我的反应过于冷淡。陈云阁变了脸，你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你是他初恋，他爱的一直都是你。我们要离婚了，你们可以重新在一起了。不，永远在一起。之前的徐木南是什么性格我不管，但有着荼蘼灵魂的徐木南，绝不可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。我抬起手，想要按下结束通话键。徐木南，你不必摆出这种高姿态。我招招手，姜文生就会过来，不像你，需要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。那就祝你们天长地久。不等他再说什么，我切断了通话。陈云阁立刻又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姜文生坐在他家的沙发上，头顶的时钟正显示着此刻的时间。我去到书房，拿出已经被我翻得发皱的量子力学相关书籍。我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回到有宋简世界的可能，又或者可以通过改变过去，毁掉那个世界的我也好。如果什么都不记得，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痛苦了？住在舅舅家的那段日子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无光、最痛苦的日子。一半的痛苦来自舅妈的针对和舅舅的无视，另一半的痛苦来自于表哥的骚扰和欺凌。那天，我站在镜子前扎辫子，表哥一脸猥琐地凑过来，贴在我的后背上嗅我的头发。荼蘼，你的头发真长真美。我浑身密密麻麻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丢下梳子，落荒而逃。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瞎逛，在商业街的一角看到了一家叫蒙娜丽莎的发廊。店内顾客不算多，它像是有引力一般，吸引着我往里走。剪头吗，妹妹？正在给一个大哥吹头的宋简笑着问我。我怔怔地看着他，竟然出了神。店里的暖光灯打在他身上，映得他格外柔和。他也静静地跟我对视，直到我被那眼神灼得发烫，才回神过来。剃光。我局促地走进去坐下等着。轮到我洗头的时候，他细心调节好水温，仔细地帮我冲洗。忽然听他一嘟念：呀，你这脏了，我帮你洗干净，然后无情地擦掉了我的发际线粉。我小声抗议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。坐回到镜子前，他却没直接剃。我帮你剪短好不好？你还是学生吧，剃光头不是一时冲动的事，剃完的后果你现在还没能力承担哦。我一愣，想到回家之后舅舅一家人的反应，还有去学校要受的处分，真有些后怕起来，便点点头，由着他发挥。宋简的审美很好，我看着镜子里利落的自己，感到很满意。临走的时候，我鼓起勇气要了他的微信，说以后还找他剪，这样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。其实他这里的价位我根本消费不起。想到这些，我先是失声笑了，随后笑容凝固在脸上，心痛和虚无逐渐反噬。搬出姜家的事，我没告诉爸妈，我是说徐木南的爸妈，只通知了妹妹徐念夏。第二天，我去医院找她，她一脸担忧：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坚定地点头。那我支持你，大夫，我帮你联系好了。念夏是个好妹妹，她一直不太喜欢姜文生，不满他的三心二意。其实我又何尝不是？他如果没有跟宋简一样的脸，我也不屑于和他纠缠不清。从医院回来，念夏也搬了过来，照顾我几天。5个月的孩子，身体受损的程度不亚于生产。我宅在公寓里，小心将养。这天，念夏去医院上班，姜文生却来了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已经趋于平坦的腹部，
一脸震惊。你把孩子打了？你知道吗？打下来才发现，其实是个男孩。B 超可能没看仔细吧，他一把擒住我的手，与我的云淡风轻正相反，歇斯底里道：就为了惩罚我？你疯了吗？他这副自负又自恋的蠢样，实在惹我反感。听好了，姜文生，我根本不想跟你生孩子。你现在碰我一下，我都恶心。你喜欢陈云阁，就去找他，或者喜欢王云阁、李云阁，去找便是。别再他妈来打扰我。姜文生瞳孔一震，大概是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。他一向当我得体大方，此刻却狠毒又恶劣。因为我不想装了呀。当我终于明白他除了长相，其他和宋简根本不一样的时候，他就不值得我展现任何美好的一面。我们回家好好谈谈。姜文生伸手来拉我，正赶上念夏回来了，他拽走姜文生，挡在我面前。陈云阁竟然跟在他身后。我去医院复查，恰巧碰到念夏，才跟着过来瞧瞧你。姐，念夏想要解释，我拍拍他的胳膊，示意我都明白。你怎么又去医院了？姜文生一脸关心地看向陈云阁，他立刻一副羸弱的样子，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下。没什么，大概是这些天总是心神不宁，总觉得乏力胸闷。说完直接向姜文生倒过去，他一把将他揽进怀里，满脸的心疼。我先送云阁回去。念夏，你好好照顾你姐。他以为自己是林妹妹呢。看着合上的电梯，念夏忍不住骂道：姜文生真是个王八蛋。你都这样了，他还先顾着陈云阁。我其实一点也不生气，他要是真的撇下陈云阁转向我，我才觉得难搞。不喜欢的人向来只是累赘。22岁那年，有个月我的生理期迟迟不来。虽然我们一向做好措施，但凡事就怕个万一。我跟宋简讲了之后，他一句话没说，转身去柜子里翻出来2张卡。你想要孩子吗？想要咱就结婚，这里面是我这些年赚的钱，够养你和孩子了。不想要就去打掉，我关店几天，好好照顾你。是暂时不想要，还是一直不想要？你不要孩子，我就去结扎。他絮絮叨叨说了一堆，我扶额。大哥，你要不先去买个试纸我测测，后来只是虚惊一场。宋简根本不会在意孩子性别，他只在乎我开不开心，辛不辛苦。姐，你发什么呆？念夏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没想起来一些事。姐，事已至此，你也别难过了，养好身体。我不难过。他扶我到沙发上坐下，离开的时候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我知道，昨晚我在阳台哭的时候被他听到了。傻妹妹，我可不是为姜文生哭的，这事还是被爸妈知道了。木南，你和文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孩子打了还要离婚？孩子我不想要了，婚姻也是。你婆婆月子会所都给你定好了，为什么要闹这么一出？折腾你自己，也折腾大家。哦，定金会所那边不退是吧？没关系，让陈云阁接着用好了。听到这，我爸的语调一下抬高。亲家，文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他们在一起。姜文生母亲倒是不急不躁地说，我听文生说了，他和那个云阁是有过一段，但那都是10年前的事了，只不过小南刚知道，非揪着不放。真是胡闹，我们怎么不知道他和陈家闺女好过？姜文生小声插话，爸，这都是误会。木南，你明天回家一趟。只是还没等我回去，姜文生就改了主意，他同意离婚，因为陈云阁答应嫁给他了。这回手续办得倒是干净利落。走出民政局，本来走在我前面的姜文生忽然回头，徐木南，我虽然有不对的地方，但你私自打掉我的儿子更加恶劣。可我是男人，不会与你过分计较，咱俩就算两清了。我耸耸肩，一脸无所谓。不远处，陈云阁正在等他，手里还拿着2瓶香槟。他俩也真是，为什么不顺便领证呢？还得再跑一趟。我开始到处物色商铺。这天，念夏打来电话，姜文生找你没有？没有，他昨天喝多了来家里了，又哭又闹。怎么，陈云阁也怀了个女儿？我看了眼日历，应该没这么快吧？屁，他来找你，因为不想被打扰。我又一次搬家了。他竟然找去我父母那儿，也不怕被他爸知道。姐，姜文生是不是后悔了？他那天哭得可伤心了，求爸妈告诉他你在哪儿。他还说什么想重新开始。夏夏，别说了，
关于他的事，我一点也不在意，根本不想浪费时间听他的心路历程。然而过了没多久，姜文生竟也找到我，他换了个号码。木南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原来他没和陈云阁结婚，确切地说是陈云阁又不想嫁他了。我们离婚后，我爸撤出了对姜家的投资，姜父气得断了姜文生的生活费。又或者他本来就没打算嫁他，只想看我们离婚而已。离了婚又没了钱的姜文生彻底失去了吸引力。木南，你在哪？我去找你好不好？其实陈云阁不跟我结婚，我也没那么难过。你难过还是开心跟我没关系，守好你前夫的本分。我在商业街租了一间店面，准备将它装修的跟蒙娜丽莎一样。我复原了跟宋简的家，再复刻出来他开过的小店，他是不是就会出现了？我全副武装的刮腻子的时候，姜文生又来了。我们别再互相拉扯折磨对方了好不好？我皱了皱眉，你在说什么？他指了指我提前挂上的红蓝色相间的沙龙专属灯箱。我恍然大悟，徐木南第一次遇见姜文生也是在一间理发店，只是比这高档的多。他误会了，以为我在缅怀和他的过去。你想多了，我知道你想守着和我们有关的记忆，孤独终老。我深呼吸，你听着，这和你一点关系没有，我对你没感情。其实我，姜文生。没等我说完，陈云阁一脸委屈地出现在门口。我只是说让你再等等，你就按捺不住又来找他。陈云阁，你从来就没想要嫁给我，因为我只是姜家的私生子，分不走姜家的权势，帮不了你办画展当大画家。你缠着我，只是因为你不想看到我跟木南和好，你只想让我永远单方面爱你，但你却做不到真的爱我。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是不是徐木南跟你说什么了？是那天你喝醉了亲口说的。陈云阁后退2步，险些跌下台阶。原来那天姜文生喝多去我家大闹，还有这么个前情提要。我有些好笑看着他们，姜文生竟没去扶陈云阁，而是回过头望着我。木南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抱着双臂，满身抗拒，他却得寸进尺起来。好了，别耍小性子了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。说完还想向我靠近，被我伸手止住。我户口本都带来了，以后你还是姜太太。他从口袋里摸出来，想要塞给我，我没接，那户口本尴尬地掉到了地上。徐木南，给你台阶，你要知道下。我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，他有限的耐心消耗殆尽。够了，别再顶着这张脸说这些让人反胃的话。我回身翻出日记本，丢给了他。他猛猛地接过去，自己找了地儿坐下，看了起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俩。他看了几页，便羞愧难当。你直接翻到后面看，前面那些都是真正的徐木南写的，近2个月才是我写的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徐木南，你叫荼蘼？我长得跟一个叫宋简的男人像？你把我当成了他？别闹了，你就是徐木南啊，你身上的胎记都没变过，这事儿我没法跟你解释。总之，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徐木南，我根本没爱过你。他的嘴角向下，一脸委屈。要是徐木南的话，大概马上就会心软原谅他了。但我是荼蘼，我没再搭理他们，继续收拾着店铺。跟宋简在一起之后，他特意在角落放了一台咖啡机，因为我爱喝咖啡，上面还幼稚地贴着荼蘼专属的标签。我端详着新店的角落，又在手机上淘着咖啡机，想布置出一样的咖啡角。我知道了，是徐木南，你早就出轨了吧？还编出来一套神神鬼鬼的爱情故事来蒙我们。你表面上和文生结婚，私下却和这个叫宋简的来往。你打掉的那个孩子，恐怕根本不是姜家的种吧？陈云阁突然趾高气扬地叉腰看着我说道。姜文生听言，一脸难以置信，额头的青筋暴起。木南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多希望他说的是真的。想到这儿，我忽然泄了气，无力地挥挥手，你们走吧。陈云阁却不依不饶，声音都高了8度。你比我高贵在哪儿了？瞧不起我给人做小？你还不是喜欢一个穷剪发的，自己都觉得他上不了台面吧？所以你才跟姜文生结婚。我抄起脚边的白漆桶，直接甩在他头上。滚！随便他怎么说我，但是说宋简不行。他张牙舞爪的想冲过来，却被油漆刺激的龇牙咧嘴。啊！我的眼睛！赶紧带他去医院吧，再晚该瞎了。我看着姜文生，面无表情地说道。他这才回过神来，拖着他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
又顿住。木南，你到底有没有？没有，只是因为你有张和他一样的脸而已。终于安静了。我疲惫地走到角落，缩在一堆纸壳子里。门外的灯箱不停旋转，像是时间漩涡，带我去见宋简。去过他那一次之后，我就总故意地路过那里。第3次我踢着石子出现在门口的时候，宋简拎着染膏出来了。小孩，你进来吧。我不爽地撇撇嘴，我都16了，马上17了。才不是小孩。起初我还有些扭捏，再后来我干脆放开了手脚，把他那儿当成了乌托邦。偶尔他忙的时候，我还会帮忙打个下手。一来二去的，我得知他其实不是个普通的托尼。他留过学，创过业，历经千帆以后，来这开了家小理发店。我喜欢3000烦恼丝这个说法，修剪完以后，人们露出那种轻松的笑，让我开心。不用给我剪去烦恼丝，光是看着他，我就开心。后来就是我被表哥弄了一身纱，他哄我，安慰我，我们之间变得有些微妙。再后来，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，表哥被人打得鼻青脸肿，对我也收敛了许多，不再呼来喝去，任凭舅舅舅妈怎么问，他都不肯说发生了什么。看不出来你瘦瘦弱弱的，打人还挺狠。那天我心情极好，和宋简说话也放肆起来。谁告诉你我瘦瘦弱弱的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看我的眼神颇有些玩味，直看得我口干舌燥，心发慌。倒是没否认人是他打的。升高3的时候，很多学习不太好的同学都分流去了职专或者退学打工。舅舅也找到我，希望我终止学业，开始工作。他说我父母留下来的钱都花光了，他没钱继续供我。我第一次反驳了他，我爸妈剩了100多万，抚恤金也有10几万，你都花哪儿去了？我天天用的穿的这么破，怎么能花上那么多钱？你想留给表哥对吗？舅舅又一次打了我，比上次更重更狠。晚上11点，我带着满脸的伤被赶出门。宋简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出现在蒙娜丽莎门口的时候，他刚送走最后一个烫染完的顾客，被我这副模样吓了一跳。他带我去了里间，轻柔地帮我上药，一边涂一边轻轻吹气，缓解我的疼痛。一见了他，我压根觉不出来疼。后来架不住我软磨硬泡，他同意我利用假期在他那打工，赚高3的学费。其实我连头发都没扫过几回，每次我一拿起扫把，他就无奈地说：“放那我来吧，你去学习吧，快考试了。”是他供我读完了高中。再后来，他还帮我打官司，夺回来本就该属于我的遗产。舅舅一家在法院门口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就是个白眼狼，看谁敢要你！”宋简一把拽过我，揽着我的肩。我要回去的路上，我装作随口提起般地问他：“你打算怎么要？”他坏笑道：“你在我这免费打工到退休吧。”宋扒皮，涂白劳。我笑着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竟然敞着大门睡了一晚上。空荡荡的店面，一如我空落落的心。历时3个月，店终于装修好了，我给它起名巡检。我看着熟悉的门店，心里却酸涩不已。和我舅打完官司之后，我问宋简为什么帮我，他挠挠头，说不出个1、2、3。我又问他想没想过给蒙娜丽莎找个老板娘，他又挠挠头，说可以考虑。那我怎么样？我鼓足勇气问出了在心里藏了4年的秘密。他愣了，显然是没想到我会这么主动，红着脸，眼神闪躲了半天，却没给出我任何回答。我也一下闪了神，顿觉丢人不已，甩下一句：“你当我什么都没说”，便落荒而逃。我直接回了学校，为自己的冒失感到懊恼。他肯定觉得我可笑幼稚，好拿捏。切，老男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喜欢我还对我那么好。我趴在宿舍里，对着白墙自言自语。宋简还真就不跟我联系了。我每天患得患失，甚至出现了幻觉，竟然把学校门口的发廊看成了蒙娜丽莎。老板正在里面指挥工人摆放架子，他一回头，我们2人都愣住了。宋简，他一脸懊悔，还是先被你发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的老板娘在这读书，我不得搬着店来找她呀。你说你跑什么？告白这种事不该我先来吗？可是你现在在哪呢？为什么不来找我了？我睁开眼的时候，觉得自己像是睡了1个世纪那么久，记忆好像断了片，只隐约记得我在自己家里睡下，此刻却身在一个陌生的地方。接着我惊恐地发现，
我的腹部变得平坦无比。我明明有孕3个月了呀，肚子已经有些微微隆起了的。在我睡着的时间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一转头，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本日记，是我的日记本，但最近几页却不是我记录的。原来我被一个叫荼蘼的女人占据了身体半年多的时间，这期间她替我离了婚，打了孩子。看到这，我出神好久。我根本不生气，她替我做了我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。嫁给姜文生第2天，我就发现她和我的闺蜜陈云阁不对劲，但我不敢反抗，就这样委屈着和她过了10年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避孕，可她被家里逼得紧，还是想办法让我怀了孕。我想打掉那个我根本不爱的孩子，却一直没有勇气。谢谢荼蘼。她还说她一直在找一个叫宋简的人，他们之间的爱情让我羡慕。合上日记本，我欣慰地笑了。我回来了，那他们也见面了。晚安。